北约行动起来了，专挑俄军软来打，普京压力倍增，背靠中国，两个困境都能破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北约入场，专挑俄军软来打，普京压力倍增，背靠中国，两个困境都能破。迄今为止，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半年了，俄军行动还在不紧不慢地进行。在近日，普京才突然下令扩军13.7万，将俄罗斯现役武装力量增加到至少115万人。联系到当前局势，普京突然下令征兵可不简单。一直以来，俄罗斯海军都被视作俄罗斯国防力量的软肋。在冲突之前，俄海军曾经派出3艘光荣级巡洋舰进驻黑海和地中海，监视美法意3国航母编队。但是之前莫斯科号巡洋舰意外沉没，打破了俄军对黑海的控制权，这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虽然8月中旬的时候，原黑海舰队司令直接被撤换，但是没过几天，俄军黑海舰队总部又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，可以说俄军黑海舰队的面子都丢光了，问题暴露得太明显。而在近日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还透露，作为莫斯科号姊妹舰，乌斯基洛夫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离开地中海进入大西洋，而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和2艘驱逐舰沿头跟踪监视。在冲突之前，俄海军派出3艘主力巡洋舰到地中海，其中乌斯基洛夫号在克里特岛南部附近海域巡逻，瓦兰格号则在靠近叙利亚塔尔头斯基地附近活动，为的是监视美国航母打击群主导的北约海军。但是现在显然是左支右绌，难以维系高强度的战略巡逻。而相较于已经倾注主力的俄军巡洋舰，美国还有其他航母可以轮换。美国布什号航母已经开始前往大西洋，准备接替杜鲁门号的任务，而俄军的这2艘巡洋舰却没有人替换的。到时候，俄海军在地中海将形成力量的真空，轮换压力倍增。虽然俄罗斯和美国军事实力都很强悍，但是缺乏大型水面舰艇一直都是俄军的弱项。所以前不久俄罗斯国内就出现一种声音，要想快速拥有大型现代化军舰，只能尽快找中国采购。而俄罗斯的压力还不只是在黑海和地中海，还有俄罗斯部分的北极航道。北约似乎打算趁虚而入。最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到访加拿大北极地区，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对北极地区构成战略挑战，所以北约将增加其在北极的军事存在。北约将在北极地区展开更多的演习。在今年3至4月期间，有27个国家参加在挪威举行的最大规模寒冷反应演习，而且芬兰和瑞典这2个北极圈国家正在加入北约。这意味着北约理事会8个成员中有7个是北约成员。北约将从北极、波罗的海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的包围，战略压力是真的很大。而为了加大北极航道的开发，普京一直力邀中国参加北极航道的建设。无论是北极航道的开发，还是现代化大型军舰的建造，俄罗斯都能靠中国突破这个困境。只要中俄背靠背，任何包围圈子都能突破，霸权就不可能得逞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